通常我的表达都比较克制的，但今天有点激动啊。这里有一个叫皇冠大扶梯，世界10大最特别的扶梯之一啊！挑战胆量，测试勇气。一个电梯能成为一个重庆必不可错过的景点，这在全世界应该都是屈指可数的。哦，还要买票呢，2元一个人。它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了。今天作为这个人们体验过去生活方式的一个手段啊。请把扶手带握好，提着行李箱的女士。哎你好，这边单程的。我们能看到这里是有2个方向的，2元是单程的，那么往返就4元。我们来看一看亚洲第2长、国内第1长的坡度扶梯，它都打出了挑战勇气这几个字了，我还有点好奇跟紧张啊。哇，确实没坐过这么长的一个坡地扶梯啊。我的天，那这确实值得来体验。我在这个扶梯的路口来来回回半个月，应该经过几十次了，1次都没来过。朋友们好，我是阿树。上期影片提到我来重庆旅居了，这是重庆旅居的第3个影片了。虽然我在重庆已经住了半个多月了，但每次出门，重庆商城的独特性每次仍然给我带来惊喜。这集影片如果大家看到最后，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一定会感到十分的惊喜。待会儿我们再从下面买票上来，计算一下花多长时间。我曾经在2年前来重庆的时候拍过一个短片，就是记录从出了地铁以后走到出站口花了多长时间。当时这个看到那个用时我都惊呆了，花了7分多钟才从地铁出口这个地铁车厢出口走到这个出站口，走了8节扶梯啊！所以我当时重庆给我挺大的一个感受的。重庆攀山大扶梯，比肩羽山，恐高慎入。我是恐高的，但是我并不觉得害怕，因为还是能扶着的。这里卖一些纪念品，还有福利彩票，2元1张。应该是太深了，这个地下，所以信号不好。OK， 现在就是上去，我们计算一下花多长时间。2路口皇冠大扶梯始建于1993年，全长为112米，高52.7米，宽1.3米，运行坡度30度，速度为0.75米每秒，全程运行时间为2分30秒。扶梯作为目前国内最长、亚洲第2长的坡地扶梯，与长江索道凯旋路电梯被誉为重庆魔幻3杰。确实不扶着这个扶梯还有一点紧张啊，扶着扶梯就很安心。它现在用一个这种玻璃顶棚给遮挡着了哈，不知道以前啊，就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是否有这种，真的挺长的。人家中国去了那么多地方了，你像这么陡、这么长、这么高的扶梯还是第一次见，难怪能成为一个景点。你说以前如果没有这种扶梯的话，要爬这么陡、这么长、这么高的一个坡度啊，那也是挺辛苦的。花了2分26秒、27秒。重庆有魔幻3节，我们已经体验2节了，一个是长江索道，一个是皇冠大扶梯。我们看一下这些立体重庆的介绍啊。皇冠大扶梯是从俄罗斯进口的，1996年2月18号建成运营。
2017年入选世界10大最特别自动扶梯。立体重庆啊，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重庆总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全市山地面积占7、8成。渝中半岛9平方公里区域内，朝天门海拔168米，解放碑海拔249米，琵琶山海拔340米，鹅岭海拔394米，起伏落差巨大。巴渝人家枕山而居，开窗见山，出门爬山。老民谣唱到：重庆城2座城，上半城下半城，爬坡坡。说侃侃，上上下下泪翻人，所以来渝游客在街头问路，答案通常就2词：往上走，往下走，还挺幽默的。其实我挺喜欢看这些介绍文字的，到任何地方旅行我都蛮喜欢看这些文字的。我有时候不单是为了了解它的信息啊，也为了了解当地的这些写字的人他是怎么介绍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的，他用什么词汇，他用什么语调，他用什么典故，我就觉得从这个过程中啊，有感受到一种文字的美，一种历史的美。1929年，重庆第一条马路竣工，开始有公交车，黄包车在1929年出现在重庆。很可惜啊，大概几个月前啊，这个菜园坝火车站就炸掉了，就拆迁了。所以那里成了一片废墟了。我每天站在青旅的阳台上呢，看到的就是依靠着长江江畔的一片废墟，曾经的菜园坝火车站。我们能看到攀山缆车啊，过去没有皇冠大扶梯的时候，就是攀山缆车在发挥作用，直到1996年被皇冠大扶梯所替代。是当时重庆城上下山最重要、最便捷、最时髦的交通方式。大概在2年前，我来重庆拍摄，坐地铁去卖菜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重庆雾都这几个字的分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那个弥天大雾的样子。乐事雾都是重庆话的一个意思吧？重庆话对头，安逸晓得，摆龙门阵，你啷个耶？什么意思？求翻译。这个是重庆的特产啊，3块钱的八宝粥，还有一个重庆特色小吃三角八，这1块5，好实惠啊！我要去洪崖洞的，又来到2年前来过的地方，故地重游一下吧。没计划来这的，但是这个地方实在太特别了，太独树一帜了。我来看一下跟2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哇，2年前没有那么多的小摊呀，卖油炸毛豆腐的，卖鲜肉饼的，冰粉凉虾的。可以啊，随便你拍呀。我这个是不怕你拍的。这个是臭豆腐吗？毛豆腐哈，那个臭豆腐是臭的，这个不臭哈。啊。这个是经过7天发酵，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东西哈。喂，这个是什么？八月瓜。朋友们，你们吃过这个吗？这个能直接吃吗？就直接吃了，吃里面的肉，这大山里面才有的。1斤20，这里面有点像是糯叽的，好吃的很。来到这里，不仅让我再一次看到这个重庆奇观呀，也让我想起了2年前，那时候刚拍视频没多久，真的是横冲直撞的，非常的努力。你看。对重庆人来说，这个地方就稀松平常了，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这城市还能这么建设的，还能这么结构的，简直不可思议啊！来了哈，这一句台词都被各种旅游博主说烂了。你以为你在1层，其实你在你在20多层，在这一座大楼的22层，还有跟这一个高台的这个所谓的1层啊，有一条这种跨空的
一个铁桥啊。这种体验呢，居然还是免费的。像现在越来越多的，但凡不痛不痒的一些旅游体验，都要圈起来收钱。前面就是一条车来车往的马路了。那么你从马路走过来，那你很理所当然以为这里是1城嘛。但是在重庆啊，说话要多加但是。看有不少游客来到这桥上，还有一点点忐忑。就这个桥是会有一点点抖动的，轻微的抖动的，特别是你往下看的时候啊，这种抖动好像心理作用就给它加重了。恐高的人往下看还有一点发抖。那2栋楼房啊，10几20层的楼房，中间呢也有一个凌空的一个廊桥。这重庆的城市建设者可能当初怎么也想不到，这地方成了一个趋之若鹜的一个景点啊。而且这地方也是最为外国游客所好奇跟感兴趣的。整个重庆啊，你要觉得哪个地方有外国游客最多，可能这个地方一定名列前茅。这里写着22层啊，这有电梯直通1层，马路对面就是长江了。18，这个又好吃还新鲜，5块钱又便宜。试一下这个5元20个的糍红糖小糍粑，软软糯糯的，挺甜的。外面是应该是花生芝麻碎跟白砂糖。在桥这边还有个阳台，可以看重庆的这些摩天大楼。看，马上天黑，灯光亮了哈。
常吃下去一口就咳嗽。它是放了很多花椒，又辣又麻，应该有10几种。这份28元，一碗米饭2块，合计30元。鹌鹑蛋，还有这个水煮肉、莲藕。哇，好辣！一边吃一边我想到，这饮食清淡的越南人，可能看到这个油腻的一锅，可能会吓一跳。这个饭是挺好吃的，因为太辣太麻了。吃完了，我们看这一大盘还剩什么？花椒、干辣椒，还有一锅的油。哇，好大的一个芒果，这个像球一样大，澳洲进口澳芒，8元500克。这小西瓜顶别致啊，做成一个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即将到达洪崖洞的一条路啊，真的是人山人海。久违的折耳根，好久没吃了。之前在贵州的时候经常吃。红毛丹、无花果，这个不熟摩托车轰鸣啊，这个是这2天在举办中国摩博会，所以全国的摩友都齐聚重庆。哦，跟2年前一样，就环顾四周，全是人。重庆旅游确实很不错，谁让它独一无二呢？在整个中国。好，这个叫什么瓜呢？小料瓜。包甜。包甜，甜得很，比冰糖都还甜。一路上有很多游船的售票点啊，像晚上是138元1人啊，然后就大概40多分钟吧。游船在嘉陵江跟长江呢，大概会行驶13公里。重庆这个著名景点洪崖洞的景区入口，很壮观的千师门大桥还没亮灯啊，很快亮灯了。亮灯的话，整个重庆就变了一个世界一样，就是焕然一新啊！轻轨穿过这一条大桥，今天天气没那么好，乌云比较多。哇，下面真的是摩肩擦踵的，太夸张了！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啊，简直都走路都走不动了。你看那个地方啊，简直是人山人海的。哎，这个造型是有什么寓意吗？好像是一棵植物上长了很多房子啊。现在我们走到桥上，在千师门大桥啊，这个步行道挤满了人哦。前往隧道5个，此楼梯自下往上，有去解放的洪亮的游客前往隧道5个。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记得2年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玻璃护栏哦，在这一座大桥上。哇，下面真的是人山人海啊！你看，这一次来重庆住了有15天了，第一次来这里看洪崖洞，其他时间都在
青旅剪视频。如果要问重庆最著名的景点，或者说最人尽皆知的景点，那大概就是眼前的洪崖洞。根据重庆的官方资料，洪崖洞的名称源自洪崖门，是古重庆城门之一，其下悬崖曾有天然洞穴。在战国时期呢，洪崖洞是一个军事的要塞。从宋代开始，这里有石窟、寺庙；明清时期呢，这里形成了山谷、码头集聚的一个街区。那么到了上世纪20到30年代，就有居民在这个山的崖壁上搭建吊脚楼。千师门大桥，基本上重庆的这个渝中区的跨江大桥啊，跨嘉陵江、跨长江的大桥，我都走过了，也都记录了，然后感受这个中国桥梁之都的这种桥梁的魅力。桥上也在摆小摊，像这种重要的一个旅游场景啊，重庆的管理者也让摆小摊，真的是管的不是那么严。像其他城市的话，这种旅游重地不可能让摆摊的。这个是刮刮乐，刮刮乐卖这种手袋的啊，卖手环的，还有画素描的、人物画像的。图案安装施安底座、安吊环等8大工序，蜕变成了张具。玉米饼。我直接去死吗？从桥对面走过来了，看一下这座桥。看，哎，在这边看就挺好看哎。放心吧。我们发现夏天有2辆都是手动的上。很多人就是走到刚才那个机位。我这路上举着这些旅拍牌子的人还挺多的。拍照需要吗？可以看一下。西瓜汁啊。Sorry。无数的网络上的关于重庆的图片，就是在这里拍的。这个可以说是重庆的名片一样的视野啊。本来是一个有点荒芜的一个地方的，就因为它刚好能够，它又黑了，我们还能假装是刚好拍到它亮灯的一刻。我们在梯边等的，就是那个梯边坐起的很多人。我是那个大剧院旁边去有个空江半岛啥那种。不要这边。这地方啊，挺不错的，只要它有一种这种非规范化的一个这种野生的感觉。这下面也不是。这里好全是搞旅拍的。
原本来这里想拍个无人机的，这地方禁飞的，不能起飞。那边有一个，那个桥到时候不要过，桥全部给那个。那边下面有马路了。你看这里好多的一个旅拍摊啊，看一下价格，10元一张，20元一张加兼修，120元10张兼修。哦，来各位拍照了，拍照了！哎呦，真的8点钟亮灯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刚才有没有拍上？拍照喽，让一下哟！拍照了，拍照了，相机照我一下。谢谢各位小编拍照了。来，没拍照的回来照我一下。拍照啊！等会他们前面拍完，你就进去站在那个栏杆边上。听那个轻轨的声音啊。往下走一点，往下走一点，快拍，快拍，快拍，对，你们拍，快拍，拍了我，快快啊！游客朋友们，千万不要下江玩水，确保安全。谢谢您的理解配合。朋友们，千万不要下江玩水，确保安全。谢谢您的理解配合。这江边巡逻的一个辅警。这地方你看那么多杂草啊，已经被踩的有的有，没的没了。这地方设计之初就不是一个景点，不知道它会成为今天这么火爆的地方。你看这个小土坡上啊，可以说横七竖八的散满了人啊。还有拍这个产品宣传的，哎呀，像不像电闪雷鸣的那个声？就是一台相机就能来这创业啊！这也是为什么这里这么多人的原因。拿起这个小灯来，看我看一下。再给你看，好，下一个。对，看灯，看灯。在前面的朝天门那里呢，每周六晚上9点呢会有这种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再往前走呢，就能看到朝天门了，它是嘉义临江跟长江的交汇处。从桥的另一侧呢也能看得到，只是桥墩把洪崖洞挡住了一点，就跟着这个轻轨在桥梁上慢慢的移动。在这里看一场无人机秀，应该是很炫酷的。哇，真的这江边很漂亮，就是人多了一点。
哦，在桥的另一侧人依然那么多。它这边好像就规范了多，没有那么多在杂草挡着。手打开点，大哥。对，好，我啊，可以。搭着他的肩膀，好，转过来，最后一张。对，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哪个？对，保持他往右。对，好，来，对，这边来。眼前呢，就是面朝长江跟嘉陵江交汇点的这个重庆最著名的大厦，就是来福士。重庆来福士被称为川渝地区10大文旅新地标，它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它就是由设计了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的设计师设计的。重庆来福士是新加坡在华最大的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超过240亿元，由8栋超高层塔楼、6层商业群房和3层地下室组成，是集大型购物中心、高端住宅、办公楼、服务公寓和酒店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它的造型比较特别，比喻为朝天扬帆。2012年动工，2019年开业。刚跟2名外国人交流啊，然后就学会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叫 confluence， 也就两江交汇的地方。我跟他们聊了挺多的。哇，你看那个漫天的萤火虫一样飞过来了，你看，好壮观！哇，哇，这是孙悟空吗？真的这么近距离看到这么隆重的一个无人机表演。所有人都抬起头来，举起手机啊，像是看那种奥运会一样的专注。哇！突然空中闪现2架飞驰的无人机啊，非常的酷炫。飞机到站了，每回都要从那里飞过去。哇，我远远都能听到很多人发出惊呼声啊！这是重庆的一个名片一样的轻轨啊。轻轨在重庆的一个旅游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说李子坝、川楼、轻轨。哇！哎，
漂亮。太了不起了，真的了不起！这是一个立体的玫瑰花或者牡丹花。如果你近距离看的话，非常的震撼啊，令人叹为观止，我都词穷了。你看它这朵花瓣，它的颜色还是渐变的，最外面是蓝色，里面是红色、粉色。哇！我们看一下，它又给我们变什么魔术啊？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啊？就是非常的期待它下一个图案是什么。你看，像漫天的星辰一样啊，让人有一种形而上的一种美感。看好，惊喜来了！哇！我都要真的美哭了，因为这个无人机我以为它只是在小范围内飞翔，没想到它竟然能变出这么大的一个图案来。重庆特色川渝的一个民俗啊，这次来重庆太值了。如果没有看过这一场无人机秀的话，我真的感觉我这来重庆半个月白来了。朋友们，你们来重庆的话，可以不去看什么其他景点啊，但是看一场这种近距离看一场这个无人机表演的话，会让你觉得物超所值。啊，这是一个千手佛吗？朋友们，这是什么呀？好像大足石刻那边的字，你可能看不到。大足石刻，大足石刻是重庆最远近闻名的、最值得游览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有音乐的一个配合。对。哇，好可爱啊！这个猫咪跟一个蜻蜓亲吻的感觉啊！这个猫咪真的是毛茸茸的。通常我的表达都比较克制了，但今天有点激动啊。我很怕给人一种浮夸的一个感觉，所以我都在描述的时候尽量都会比较的中肯，不会那种耸人听闻的。但是今天我真的是有感而发。看哦，还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来了！我每次转场大概就十几20秒吧，他就调整好队形，然后重新给我们编排一个现实世界没有的梦境。这又是一个机器人哦，机器人跟蝴蝶吧，机器狗跟蝴蝶，机器狗跟蝴蝶。你看它所有的图案都是徐徐晃动的，就不是静止的，它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你看这么精彩绝伦的演出，就在两江交汇处，嘉陵江跟长江交汇处上空免费的上演啊，真的是时代的一个发展啊，让普通人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这在古代皇帝，哪怕这个富可倾城的一个皇帝都不可能欣赏到的这种惟妙惟肖的表演。你看这个机器狗，然后用手抚摸蜻蜓啊，充满了这种温柔的一个想象力啊。摸到了缓缓飞行的蝴蝶，看来了哈。每次变换一个新的图案，人群中一片哗然啊，就是非常的惊喜啊。两只熊猫，您在屏幕前看到是一个2维的一个图案，但是现场看的话，你是能清晰分辨它是一个立体的，就非常形象生动哦。这是一个熊猫妈妈捧起了一个玩偶给她的熊猫宝宝的感觉。
来了，看一下又是展开怎样一幅画卷呢？汽车应该是重庆本土的汽车品牌吧，我没太了解。一辆行驶的汽车。这应该是一辆摩托车吧？重庆是摩托车之都，中国的摩托车之都。哦，摩托之都，重庆是摩托之都。表演结束了，这些无人机像萤火虫一样回家了，收起来了。你看，粉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真的非常感谢重庆的城市管理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么漂亮的演出。刚才我跟2名美国的游客交流啊，然后他们说整个中国的旅游会越来越受欢迎。我说为什么？他说以前外国人不太敢来中国，但是因为现在这种 TikTok 短视频的一个大量的宣传啊，特别像重庆这种可以说绝世无双的山城的话，就特别的受欢迎。外语导游的一些工作人员的一个机会吧，未来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而且那名来自纽约的游客他就说非常喜欢重庆，因为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高楼摩天大楼很多，但是没有一座城市像重庆这么特别的。无人机表演了大约20分钟啊，从9点到9点20啊，这是难忘的20分钟啊。我真的觉得那辆轻轨简直是画龙点睛啊！这个上来也挺多人的，这是重庆大剧院，好像。大剧院站，进地铁的人也很多。待会儿呢，轻轨将会穿过千厮门大桥。
列车将打开右侧车门，有换乘1号线的乘客，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皇马手撕烤兔。我把驾照吧，舅舅哈。真的？啊。那是冬天了嘛，我不敢问，哪天我回来给他买，他来收钱，两个是不上买的。看你对吧？看你对吧？看有你滚算了。凉面、冰冻、泉水、重庆小面、刀削面、冰粉凉虾、凉糕、稀饭凉面、冰冻。这家老字号的牛肉面。小面30块钱一份，这个牛肉的话很大块啊，有3、4块。这个牛肉的话还挺好吃的。免费的红糖醪糟。我特别喜欢吃小面，因为感觉小面挺筋道的。吃点蒜头。特色炸酱面、牛杂面、牛肉刀削面、红油抄手，反正就是碳水的天堂。你看吃完了，剩一大碗的油。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请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谢谢各位的观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我住的青年旅社面对着雄伟的菜园坝、长江大桥，喜欢喝这个重庆啤酒国宾啊，也是重庆地道的花生。